大家好，我是陈明飞啊。这2年主要在外地念书，跟老家家人朋友聊天，主要靠发微信。但我发现微信这个软件其实很容易让我变得敷衍，就是朋友转我视频，我肯定不看，哪怕我本来就在看视频，我只会先等1个小时，然后说哈哈哈哈哈。他说这是我偶像进监狱了，但他发的是语音，我也懒得听。我说笑死。线上有点敷衍，线下也不是很擅长社交。大学有空去讲一讲脱口秀。大一那年省吃俭用攒了1500块钱，瞒着家里去成都打了一场比赛。朋友们，这是场豪赌，因为如果赢了，我就能用奖金买机票回上海。比赛结果怎么说呢？上海30个小时绿皮硬座也能回。我上车的时候其实感觉还好，因为我觉得现代人只要有手机玩，熬30个小时不是问题。上车之后才发现，这辆车有座但没有插座。说实话，我宁愿它只有插座。手机没电之后，我才意识到平时坐高铁还是有点太矫情了。有人外放视频，我就心想这个声音怎么这么大？但那天，我说这个声音我怎么听不清呢？我发现我其实挺喜欢跟人一起看视频的，烂片我也看。我感觉烂片可能就适合在绿皮放，无聊的人看无聊的片儿。上海堡垒只在绿皮，豆瓣至少9.9。绿皮书能拿奥斯卡，就是因为叫绿皮。我觉得人可能就是在这种环境里才容易看东西感到开心，觉得好玩。我现在特别理解录节目为什么要做得紧，还要收手机，以为自己踏上了通往快乐的列车，殊不知这是一班绿皮儿。但手机陆续都会没电，车厢里会进入真正的无聊。我发现人在真正无聊的时候，平时你觉得奇怪不合时宜的人和对话也会显得很有趣，甚至有点期待。我当时对面也是一个大学生，印象很深刻，跟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你知道吗？可乐喝多了会让人不孕不育。这要在微信上我立马拉黑他，但当时在绿皮上，我说可乐还有这种功能呢？闲着闲着，你展开说说。这里的对话就是完全不敷衍，甚至有点冒昧，但没人在乎。周围人的家乡籍贯、情感经历我一清二楚。我甚至知道一个大哥有扁平足。我当时觉得，如果东方快车谋杀案发生在一辆绿皮上，根本成不了悬案。警察上车随便问个人：“你知道谁干的吗？”我知道。他刚才太无聊了，自己告诉我。在这里聊天，只要足够久，你总会说几句平时不好意思说的真心话。我觉得现在很多虚伪的社交场合，如果在这里办会好很多。比如面试，待6个小时，来面试的 HR 都说实话了。对不起，我学历造假。没关系，其实我们周末也上班，依然般配。只要你说真心话，一定有人真心听，也不用担心没有话聊，因为每一个新站总会有一些新人上车。我们会和他一起看电影，直到他的手机没电。然后我就想怎么再跟他开启一段新的对话，怎么说比较好呢？我说你知道吗？可乐喝多了会让人不孕不育。我发现这句话在车上的意思其实是你好，只要他听完没有骂你，就算通过好友申请了。我越想越觉得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开场白啊，因为它足够纯粹。你听别的你好，打扰一下冒昧，你都感觉很得体，但下句他就要有求于你。而你知道吗？可乐喝多了会让人不孕不育，一听就知道他都没打算见你第2回，纯聊天。就这样一直做到终点。我说要不加个微信吧，也算最了解彼此的人了。到家之后给他发了一个视频，他说哈哈哈哈哈，然后再也没有联系。我有一个也不是很擅长社交的朋友，听了这段经历还挺高兴的。大2那年回老家，他也做了一班绿皮。上车之后就给我发了张照片，说陈明飞你个大傻帽，你看这是什么？我点开一看，我说插座。这种脏东西是怎么出现在绿皮上的？上网查了一下，说2024年开始陆续开始给这种绿皮车加装插座了。我说那以后烂片谁来看？
可乐的秘密也要失传了。其实我知道加装插座还是为了提高我们的用户体验，让我们更快乐，但还是有点遗憾，就失去了一个社交的世外桃源。谢谢大家，我是陈明飞啊。我这回不比赛，不比赛是因为我这次想来表演。因为我如果比赛的话，我到不了这个赛段。但是其实还是说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没参加比赛，是因为今年在备赛的时候，我媳妇儿怀孕了。对。然后那个这也给灯啊。然后那个我这个能力啊，确实没法参加这种激烈的比赛，然后在一边照顾我太太。然后我说我就别来了。但是我是这个节目的粉丝，我参加过，我能做的就是陪着我媳妇儿在家一块儿看这个节目。就我跟你们说，我媳妇儿啊，真的没看过脱口秀。她看第1期的时候，她嘎嘎的乐，就乐得在我们家沙发上打滚儿，你知道吗？然后你知道，就是一个孕早期的人，他跟你说他乐得肚子疼，你瘆得慌，你知道吗？就是我在家里，就是吓得我浑身发冷。就我感觉我当时我就像一个企鹅一样，就我希望喜丹就别那么可乐。哎呀，你们节目也看了，就是看到后边的时候，我太太有一点激动，看这个节目，就真的给我吓坏了，你知道吗？我夜里3点给我建档那个妇产科打电话，我说那个我太太孕早期，她现在有点激动，有点不舒服。然后接电话是一护士，护士说因为什么？我说因为看那个房主任。然后护士说你要挂房主任号，你直接给房主任打。然后他这个时候我太太就缓过来了，缓过来以后，她跟我说了一个特别严肃的问题，她说：“阎鹤祥，这个节目我看了11个演员了，你去年怎么进的前10？”我说我也是喜剧，我是相声演员。他说就是因为我听过你的相声，你怎么进前10？然后我就瞬间觉得，就我刚一当爹，就我在这个节目就没有位置了，就我瞬间就没有爹位了，你知道吗？然后我说就冲这个话，我说我一定来这个节目，我得演一场，我得证明一下，啊。然后我来这节目以后，我跟导演组说，我先找房主任。然后导演说为啥？我说我挂他号了。然后我见着房主任，我说房主任，我说你那个第1期节目我看了，非常不错。但是啊，以我去年在这个节目叱咤风云的经验啊，你后期储备也是个问题。但是你记住，人终生打败你的只有你自己。如果最后没有那么理想，不是房主任不能战胜他们，是房主任不能战胜房主任，防不胜防嘛，是吧？然后房主任说：“严老师，您爹味儿又回来了。”然后房主任他说了他出走的决心啊，其实我去年也是有这方面的表达，但是我必须得回去，因为我社保确实在相声界呢。但是你们就真的不知道这1年，就是相声界都对我做了什么，就是他们逼我在相声园子说脱口秀。我说好，可以。我说给我一个手麦，他说主持人还得用呢。我说你把边上这麦拿走，他说于谦还得用呢。然后就是那种感觉，就我们的封箱的开场原来是耍狮子的，现在是我的脱口秀。就耍狮子是3个人10分钟，我1个人5分钟，就降本增效，真的。然后大家对你那个状态真的是，杨鹤祥来说脱口秀，就说你的对指点，说完我们给你指点指点，你要说的不好，我们就对你指指点点。然后我离开封箱以后，我又去了好多卫视，我跟他们说我想说相声，然后他们找来庞博跟我说了个相声。
我说我离脱口秀能不能稍微远一点？然后去春晚，我演了个 sketch。然后现在我在喜剧界有一个外号，我叫三姓家奴。就是你从你的对指点回去以后，你发现你变成了一个新的异类。但是我这一年，我反复又想再沟通这两个行业。我见到一个相声演员，我就跟他说：“我说你知道脱口秀真的跟咱们有什么区别吗？”我说：“第一，他们真的让更多的女孩上台讲笑话了。我说第二，他们真的不许用别人的段子。我说第三，他们的行业的明星应该是那个最可乐的人。我说第四，就是你长成刘仁成那样，只要你有作品，你也是流量。但没有什么反应，然后我又咔咔咔，我又跑到脱口秀这边。我说我跟你们说啊，相声它也是一个内容驱动的东西，大褂这些东西都是它的形式。这个世界上除了大夫以外，没有人一定拿大褂当工作服。然后我们也不靠衣服的这个材质来区分我们的等级。我说那个是圣斗士。我说我们也不靠这个衣服的颜色论资排辈儿。我那个是葫芦娃呀。依然很纠结，就是我去年在这个节目舞台上的一些不适，包括我今年回去以后的一些不适，你发现你找不着一些自己的共情的点，就直到有一天，我刷短视频的时候，我刷到了一个虐待福寿螺的视频，这就是我。这种不适是因为把你当成了入侵的物种。我被他们非法引进，恶意放生，做成解压节目发到网上。然后后来想，我对跟入侵物种是有什么共性吗？我又看了好多，我看了小龙虾、罗非鱼，我还看了牛蛙，我说确实都很肥美，这就是。但后来觉得我不是，为什么呢？因为入侵物种最大的威胁，它危害当地的物种多样性。但是我觉得我丰富了这个舞台的表达多样性。我觉得脱口秀这个舞台最大的魅力是它有如此丰富的表达，且容下了那么多的表达多样性。就像你们现在又听了一个没有那么多炸梗的相声一样。但其实都不重要。我说的没有那么可乐，是为了让我媳妇儿看这个节目的时候歇一会儿。谢谢大家，我是阎鹤祥。阎老师大驾风范。谢谢阎老师，谢谢阎老师，先道一声恭喜吧，真是先道一声恭喜。哎呀，谢谢。恭喜。这你们聊吧，你们啊。为什么我也是通过网络才知道的这事儿啊？是真的，我都一直不知道什么时候的事儿，老严。啊？这个确实，因为这个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因为确实吧，就是孕早期没那么稳定，所以我也就不想跟周围的朋友说，然后大家对不对？所以你们俩确实不熟，是不是？哎，我上回见他也是这节目，好像。没有，中间见过一面，那确实，老严一直是这个，他的性格呀，我觉得是一个很愿意思考，然后呢，不是说特别愿意说想跟别人分享的这么一个年岁了。他现在这会儿是，我俩原来天天在一块儿那个合作的时候，一块儿还有功夫聊，后来各自的生活都挺忙的。对，那没事，等回北京吧。回北京，我回去上家，我也看看咱们一块儿。好，对，关键不是看看我，主要是不是我就是就确实好久咱也没一块儿聚会，是也想跟你分享和探讨一下，因为阎鹤祥在我们那儿的人设一直是一个多年老光棍，你知道吗？就是他对于爱情啊、婚姻啊，可以了，不要再说了，已经很危险了，不能说。他说那个让他在我们那儿说脱口秀的人就是我爸，全完了。
所以我特想了解了解，就是我哥是经历了什么，然后让他在这么1年之间，他的那个思想就发生了转变。没有，就是我觉得不是，其实跟刚才这个段子有很大关系，跟这个节目有关系。就是其实，有一点又找不到归属感，但是家庭给了很大的归属感，给了很大的归属感。我觉得严老师在这个台上之所以如此的特别啊，就是除了他是比如咱们说跨界，咱们说之前跟大林是搭档之外，还有一点就是他有他这个年龄段可能大多数人都没有的一种坦诚，一种脆弱，甚至是，然后他也勇敢的把这个脆弱经常暴露给大家。谢谢杨老师，谢谢杨老师，这个谢谢大家，谢谢。干嘛？哦，对不起。哦，快去这个主持一下咱们大实话观战间。那咱们演出继续，比赛也继续。下一位要出场的，之前他这个第1期的时候跟大家说不能既要又要，但是他现在就是既要又要，他既要到了杨幂的微信，又要闯总决赛了。掌声有请刘仁成。大家好，我是刘仁成，非常开心看大家。哎呀，今年确实不一样了，红了现在。以前节目都是我 Q 嘉宾，今年都2个嘉宾 Q 我了，流量竟是我自己。这是进半决赛很不容易，想跟大家讲点心里话，聊点我自己想讲的话题。我爱吃饭。绝对不开玩笑。我从小就想成为一个美食家。我小时候的偶像是哆啦 A 梦。我觉得他是最热爱美食、最纯粹的，因为他不用吃饭，但他天天吃饭。我关心的就只有吃饭而已。所以说实话，现在生活没有什么动力，我的能力已经完全覆盖我的欲望了。我现在每个月轻轻松松月入20万，大卡。毫无压力。我对生活要求真的很低，真的每天只要能吃2碗猪脚饭我就很开心了。2碗都不让吃，好歹是个明星啊。所以现在有时候真的就是压力太大了，我就真的很想逃离北上广，我想去龙江，猪脚饭的故乡，定居下来。从那天起，只关心猪脚和酸菜，面朝大碗，春暖花开。我真的太喜欢龙江了，我太喜欢龙江了。我最讨厌的就是那些黑龙江的人。不是说于香雨哈，这个梗确实非常幽默。全节目结束之后，说实话，我以为以我这个表现和我这个条件，我关于美食的节目我应该接到手软。每天一出门，陈小青就抱着我的大腿，跟我说：“小刘别走啊，舌尖上的中国没你不行啊。”我说：“不行啊，小青，霆锋那边还等着我去风味人间呢。”这时候黄磊走了过来，都别跟我抢，没有刘仁成，我将不再向往生活。一个都没有发生，一个节目广告都没有接到，甚至前2天有一个快餐品牌，他点名要一个脱口秀演员，我觉得该轮到我了，我相当权威。你们知道我这辈子吃了多少汉堡吗？谁能跟我比？也就毛豆可以一战。结果最后我俩双双落选。品牌方他选择了一位帅哥，他选了张俊。我认为甚至不是帅哥，那是。张俊。懂汉堡吗？
知道巨无霸跟不速之霸的区别吗？他知道吮指原味鸡有几种吗？他知道什么是布里欧修面包坯吗？这是什么？你们知道吗？巨无霸是3个面包片加2个肉饼有蔬菜，不速之霸是2个面包片2个肉饼2个香肠没有蔬菜。吮指原味鸡有5种，最好吃的是鸡三角。布里欧修面包坯的特点是黄油含量超50%，口感绵密细腻，味道香甜醇厚。这些事儿张俊他知道吗？你们也别怪我情绪激动，他触碰到我的逆鳞了。而且咱们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有一天张俊他打开他的蛋白粉，发现是我代言的。你看他都不崩溃。哎，可是最后品牌方还是给了我解释，他说没有选我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是一个快餐品牌，他们不能找胖子。可能是我学历低吧，我听不懂。这有什么关系吗？但我还是不敢提他们的品牌，因为确实太大了，我也怕收律师函什么的。我只能告诉你们，现在每次路过他们的门口，我都感觉我才是那个真正的小丑。我真的很难过。我们胖子门窗，一家都是卖门的。这个节目真的值得我付出这么多吗？以后进不了卖门的门了，挺难过。好像很久没有在那种美食广告中看到一个小胖子了。现在什么广告都是那些帅哥美女，他们看起来就不爱吃饭。在2025年，3年6班的李子明同学喝不到他妈妈给的牛奶了，他妈让他减肥，喝点无糖可乐。其实细心的朋友能发现，这里特别值得去插入一个商务，但他也没有选我。但没事儿，我相信只要我长得好，观众朋友们会选我。我感觉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大家对这种吃饭的爱就没那么纯粹了。我感觉好像是从热量可以被精准的计算开始，他都太在乎、太谨慎，有点魔怔了。你们有没有跟这种人吃过饭？就是他跟他吃饭，他就要计算每一口的热量，每一个口。吃个饭那里30大卡、50大卡、40大卡，吃个饭我以为上国道了，全是大卡。我家人就跟朋友吃饭，他更过分，他还没有吃就在那算热量，因为他做数学题让他算来算去，算得我都崩溃。我说哥哥你别算了，这是烧烤，这不是高考，别算了，这道题就跟我做，姐，再来10串。我在这里说啊，吃肉不吃蒜，香味少1半。他说，哎，蒜是碳水，蒜也有热量，让我来算算蒜的热量。吃一晚上就吃2根花菜。我说你爱咋算咋算吧，一会儿 AA。网上有人说，他说人生就是每天整个2000卡的热量去维持身体机能。其实我不同意。我觉得数字是冷冰冰的，哪怕是在形容热量，在我心里吃饭是个很浪漫的事儿。有一次我心情很差，我突然特别想吃那个顺德鱼生，我立马坐飞机去了广州，坐高铁到顺德，出了高铁站打车去店里面。没一会儿鱼生上来了，但不能吃，得拌上新鲜的葱丝、姜丝、芋头丝，撒上花生跟芝麻，挤上几滴柠檬汁，再浇上一圈花生油。一口下去，鱼肉的鲜甜，蔬菜的清爽，花生跟芝麻的香，柠檬汁的酸，混合着油脂的香气在口腔中迸发出来。
那一刻，我感觉自己所有的不快跟疲惫都被扫掉了。也是那一刻，我明白，我在我以后的人生里面，我不应该注意那些琐碎的痛苦，我唯一要做的是吃好每一顿饭。想到这里，我对着面前说了一句：“余生，请多指教。”大家好，我是刘仁成。谢谢刘仁成的表演。喜欢阿成今天表演的观众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请锁票。谢谢阿成，好浪漫，好浪漫。对，昨天演员们都说阿成这篇稿子非常浪漫，我们以为他要讲爱情了。对，我们猜了半天，结果他说的是余生。确实也是他的爱情，真爱。对，而且阿成为了这篇稿子是自己选的衣服，是不是？嗯，你要不要转过来给大家瞅一眼，或者？是。鞋子也是哈。这跟那个品牌无关啊。那确实就是这好像，反正我印象中这应该是阿成情绪最大的一次了，几乎。对，的确是上台就非常激动，第一句话就是很开心。哎，大家好，我是刘仁成，非常开心看大家。说啥呢？噼里秃噜的。当时我们都以为你非常紧张，你完全慌了，但是后来看他的表演一点都没有。对，是。大林，我看听的也挺激动的，是吧？激动啊！我是在他那个讲解那几种不同。你看脱口秀发展到最后也得报菜名，你看，这让老严回来吧，让老严回来吧。老严陷入了新的纠结。对，特别好，可能因为我也是一个爱吃之人，就听着我很共情，听着特别的舒服。然后我跟阿成在这方面真的说的我也挺难受的。为什么？因为我特别想代言一款啤酒。然后呢，我对人说，这个咱们这种行业的一般不会代言这，他们都得找那些个歌星啊什么的，就是音乐节那啥。我说你看看这几个代言人，我跟他们都喝过，他们喝不过我。我说你想办法。所以听完他我就太共情了。确实，天真姐，你要不要帮我想想办法？你拉一个名单吧，想代言什么告诉我。您要这么说，我们心中都有一些名单。没有这么说，这啤酒我可给您点了。我给你搞定。不白来。这个喜单大家庭有点过于温暖了，这是。我很喜欢刘仁成这篇稿子，我非常喜欢，就是我觉得他还是很厉害，高手。中华小当家，你是这是。就大家在选代言的时候，其实是一种标签化的想象。他就是会觉得，哎，我不能传递某一个信息，好像吃我的东西会长胖，所以我不能找一个看似胖的人。但是他不理解那个本质是热爱。这也不是看似了，实质。看清。就我很喜欢这个视角，这是第一次我也确实听到你带情绪啊，跟上一场的情绪不一样。上一场的情绪是那种真情流露的情绪，这一场是带着那个愤怒动了我的蛋糕的情绪。字面真是真动蛋糕了，是不是？动了我的汉堡。我觉得刘仁成非常厉害啊，然后而且我觉得，你很有说服力，你把大家都说服了。为什么吃的最多的、最有话语权的不能当代言人呢？对呀，是不是？而且你这么强烈的表达，价格肯定好谈，是吧？我们天真姐是吧？你真的不像一个歌手。最后这个代言费是代金券是吗？我也非常的能够共情，因为你应该也有很多就是想吃，然后但是可能不能吃的时刻，对不对？会有，但是就是说实话，我本人也挺爱吃的，就是很多那个被狗仔拍到的这些视频，都是在吃饭和吃饭的路上，对，所以就是觉得大家一定要好好吃饭。就他往心里去了。而且阿成说这真是真的，你这今天早上看到他朋友圈了吧？哇，对，就是刚我和庞博还在讨论说，阿成他经常会精神萎靡，什么可能跟那个碳水的量太大。晕碳了。实话啊，今天早晨9点35分，刘仁成的朋友圈是一大盆面，一大碗面和2盘羊肉是吗？羊肉。
最后最重要的是，每一顿吃饭之后都要喝2瓶可乐。是。但让我现在理解了，就是演员说他这个很感动的原因，就是他非常真实的在挖掘自己内心那些当下处境当中很真实的情绪。因为我发现，其实我们这个社会确实是存在对于长得胖的人是有一些歧视的，就是如果是一个很瘦的人，他立了一个吃货的人设，大家都会夸，会羡慕他。对，如果是一个胖的人爱吃，大家都会说难听的话。对，而且我觉得他破解了一个东西，就是，其实幸福的生活不是那些宏大叙事里面的成功，就是吃好每一顿饭，睡好每一觉。这就是我想说的。真的，很棒，很棒。而且今天我们现场还有一位这个阿成的朋友也在现场，来给他加油打气，是吗？在哪儿呢？哪位朋友啊？嗨，陈哥你好，我有个问题想问你。好。你懂统一春福备茶吗？我可以懂。你知道它经过3重焙火吗？你知道它能让你口口生香吗？统一春福搭配你最爱的猪脚饭更香哦，为你加油！我以为朋友是我。没想到他有了新的朋友，谢谢这位朋友。我以为是要给代言合约了。阿成，你再反思一下吧，商务让他说都不让你说，怎么回事啊？就是站在你面前不让你说。哎呀，真精彩，真精彩！我这真心希望阿成能节目结束播出之后吧，接到这个他心仪的代言。而且确实啊，这之前我们也聊过一个事儿，小佳就之前段子说呢，为什么这个手机拍照不能找我做代言呢？有人比我更懂防抖吗？有道理啊。就是啊，咱们这做广告的朋友真的可以想想，不妨作为其中一种思路，是吧？那阿成这精彩的表演也是获得了我们气氛组的满票，恭喜阿成作为今天第5个出场的演员，那阿成演完我们当前最高票的演员，就可以直接晋级总决赛了，也是我们今年喜剧之王单口季第2季第1个直通总决赛的名额，究竟会是谁？请看大屏幕。你说谁晋级啊？我觉得阿成能，还是翔宇？嘻哈吧。请看大屏幕。恭喜刘仁成194票。阿成，商务没有选你的段子，但现在我要说，一口春福，茶香倍儿足，统一春福无糖茶，恭喜你率先晋级总决赛。终于，哎呀，太乖了！阿成好棒！我认为这一篇的文本超过了他《胖子门窗》，就是在一个本来我可能不太能共情的一个主题上，然后他说完了之后，我完全共情了。下一位要出场的朋友也是今年的新人，当然也是今年的黑马，他第1轮就拿到了金牌，一直攥到了现在。第1场比赛他就凭借自己这个人机感十足的表演，征服了许许多多的人类，让我们掌声欢迎陈明飞。大家好，我是陈明飞啊。这2年主要在外地念书，跟老家人朋友聊天，主要靠发微信。但我发现微信这个软件其实很容易让我变得敷衍，就是朋友转我视频，我肯定不看，哪怕我本来就在看视频，我只会先等1个小时，然后说好好好好好。他说这是我偶像进监狱了，但他发的是语音，我也懒得听。我说笑死。线上有点敷衍，线下也不是很擅长社交。大学有空去讲一讲脱口秀。大1那年省吃俭用攒了1500块钱，瞒着家里去成都打了一场比赛。朋友们，这是场豪赌，因为如果赢了，我就能用奖金买机票回上海。比赛结果怎么说呢？上海30个小时绿皮硬座也能回。
我上车的时候其实感觉还好，因为我觉得现代人只要有手机玩，熬30个小时不是问题。上车之后才发现，这辆车有座但没有插座。说实话，我宁愿它只有插座。手机没电之后，我才意识到平时坐高铁还是有点太矫情了。有人外放视频，我就心想这个声音怎么这么大？但那天，我说这个声音我怎么听不清呢？我发现我其实挺喜欢跟人一起看视频的，烂片我也看。我感觉烂片可能就适合在绿皮放，无聊的人看无聊的片儿。上海堡垒只在绿皮，豆瓣至少9.9。绿皮书能拿奥斯卡，就是因为叫绿皮。我觉得人可能就是在这种环境里才容易看东西感到开心，觉得好玩。我现在特别理解录节目为什么要做得紧，还要收手机，以为自己踏上了通往快乐的列车，殊不知这是一班绿皮儿。但手机陆续都会没电，车厢里会进入真正的无聊。我发现人在真正无聊的时候，平时你觉得奇怪、不合时宜的人和对话也会显得很有趣，甚至有点期待。我当时对面也是一个大学生，印象很深刻，跟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你知道吗？可乐喝多了会让人不孕不育。”这要在微信上，我立马拉黑他。但当时在绿皮上，我说：“可乐还有这种功能呢？”闲着闲着，你展开说说。这里的对话就是完全不敷衍，甚至有点冒昧，但没人在乎。周围人的家乡籍贯、情感经历我一清二楚。我甚至知道一个大哥有扁平足。我当时觉得，如果东方快车谋杀案发生在一辆绿皮上，根本成不了悬案。警察上车随便问个人：“你知道谁干的吗？”我知道。他刚才太无聊了，自己告诉我。在这里聊天，只要足够久，你总会说几句平时不好意思说的真心话。我觉得现在很多虚伪的社交场合，如果在这里办会好很多。比如面试，待6个小时，来面试的 HR 都说实话了。对不起，我学历造假。没关系，其实我们周末也上班，依然般配。只要你说真心话，一定有人真心听，也不用担心没有话聊，因为每一个新站总会有一些新人上车。我们会和他一起看电影，直到他的手机没电。然后我就想怎么再跟他开启一段新的对话，怎么说比较好呢？我说你知道吗？可乐喝多了会让人不孕不育。我发现这句话在车上的意思其实是你好，只要他听完没有骂你，就算通过好友申请了。我越想越觉得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开场白啊，因为它足够纯粹。你听别的你好，打扰一下冒昧，你都感觉很得体，但下句他就要有求于你。而你知道吗？可乐喝多了会让人不孕不育，一听就知道，他都没打算见你第2回，纯聊天。就这样一直做到终点。我说要不加个微信吧，也算最了解彼此的人了。到家之后给他发了一个视频，他说哈哈哈哈哈，然后再也没有联系。我有一个也不是很擅长社交的朋友，听了这段经历还挺高兴的。大2那年回老家，他也做了一班绿皮。上车之后就给我发了张照片，说陈明飞你个大傻帽，你看这是什么？我点开一看，我说插座。这种脏东西是怎么出现在绿皮上的？上网查了一下，说2024年开始陆续开始给这种绿皮车加装插座了。我说那以后烂片谁来看？可乐的秘密也要失传了。其实我知道加装插座还是为了提高我们的用户体验，让我们更快乐，但还是有点遗憾，就失去了一个社交的世外桃源。谢谢大家，我是陈明飞。谢谢陈明飞的表演。投票倒计时，3、2、1，请锁票。再次谢谢明飞。今天紧张吗？明飞，我在这儿呢。哎，今天有点状态不对。不对啊。因为我没有看过，我其实没有看过阎鹤祥老师的稿，我在上面听到最后用可乐和怀孕收底，我就感觉到这么接应该挺不礼貌的，但是那不会。对，但我就
反正一下我就懵了，说实话。啊，我没听懂，咋了？您现在就对镜头说没事儿。没有，不是关键我，他的心思劈开了啊，就是虽然没关系，但他心思已经岔开了，他就一直在想这个事儿，然后就敢讲不敢讲嘛。其实观众好像没有想那么多，是不是？没有，真的没想到，真的没想到。我说杨永祥从去年开始不喝可乐了呢，是这个原因是？喝，谁说不喝呀？我每天都喝。他喝的是统一春福。我可能是喝多了。我感觉到那儿确实你就有点没有以往那种坚定啊，确实有点滑着讲。因为第一期播完，我发现还挺容易挨骂的，所以对。天真姐是在最后给了一票，是不是？对，因为我很喜欢陈明飞选择的这个话题，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社交其实大多都是依赖电带来的手机带来的一种虚假的社交，所以其实绿皮火车没有电的情况，其实创造了一个真空的环境，让你有机会接触陌生人，甚至了解一个人。我很喜欢这个话题的选择。然后另外第二点呢，是我觉得陈明飞是个非常纯粹的人。就像你刚才说你的那个担心，你怕这个严老师的话，你接这个不礼貌，别人因此来攻击你，所以你才会更多一层担心。但是当你站在舞台上表达的时候，不管你表达的多么面面俱到的，也一定会有人不高兴跟不满意的，这是我们决定不了的事情。对。你得让自己的内心变得强大，因为这个世界上总有那些值得你真正说的东西，你去捍卫他们就好了。就我也看了你之前的节目，你也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人，非常 I 的人，所以你线下交流会更顺利，还是线上交流会更顺利呢？线上。我觉得可能线上交流很多时候不是真正的交流，但线下完全不交流。反正我这2年比较开心的就是每次做绿皮回老家的时候，好像有一个空间是就很慢，然后交流很顺畅。我就感觉它结构其实很像对我们影响很深那种《桃花源记》的结构。你从一个很快适应不了的地方误入了一个很慢但人和人关系很好的地方，最后出来之后也再也回不去的一个状态。我就是觉得想写这么一个，对，但是也没有表现得很好，对。没有。你之前在舞台上表现特别好的时候，那些问题可能会更引起更大的共情和情绪能量嘛。这事儿吧，我就是按这个笑的等级来说，好多都是忍俊不禁。但是还真是。但你要说冠军，我这个确实人也做不到。然后田真姐说的其实那个特别对。我觉得大伙儿都自由，观众也自由。他们就是同意你站这说，给了你说的自由，同时你也给他们自由，可以选择不看你，这很正常。他们愿意看你，愿意看别人都一样。我确实岁数比你稍大一点点啊，但我不爹啊。我那意思就是我从你这会儿过来，我小时候也特难受，怎么他们都不喜欢，后来发现是不喜欢，还有人喜欢你呢，对吧？是的，那明飞获得了气氛组的1票。我们接下来每位演员演完都会有一位朋友能直接晋级到总决赛。那我们来看一看当前的最高分是谁。下一位要出场的朋友，虽然比到半决赛了，但我始终没有看明白他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这是一个告诉我们文艺青年也可以是抽象小伙的人。掌声有请林简七。这一轮的稿子准备好了吗？没有，但是非常感谢刘仁成。这本来我们以为是这个1v1，我自告奋勇选择了他。我们俩想创造一个巅峰对决然后就每天给互相看稿从那个一开始谁写出来的梗就挨对方的骂。不礼貌吗？
到后来我实在有点写不动了，我说我想放弃。其实他写一半的时候，我就感觉有点打不过他了。写完了吗？打算写完。我把刘仁成就写完了，老脏了。发现刘仁成这轮能拿第一，刘仁成195，他的底写可好了，饭都不香。哎，咋办呢？刘仁成在我想放弃的时候，他也是一直在拽着我。我买书呢，就发成别人。其实他对我有一些，主要是心态上的帮助。心态好几次就是比较疲倦、比较累的时候，都是他让我使劲儿。加油，林建期！Hello， 大家好，我是林简七我今天聊一聊我毕业之后的事儿啊。我毕业之后是来到了上海沪漂，当时没有什么钱，很穷。首先是吃饭得解决。我听说过一个说法，就如果说你跟着农民工去吃饭，你就会找到当地最便宜、最实惠的饭馆。我跟回工地了。就没有钱也没有常识，我在工地门口才想明白，你是不是应该饭点再跟呢？很穷啊，很穷。我来上海的第一站就去了财神庙财神庙还收门票。买完门票没钱买香了，只能空手拜。别人在那香火一柱，保佑年入千万，一切顺利，他就走了。我偷他的香。我接好运，哎呦，太好笑了！当时就是想找一份包吃包住的工作，然后就想当保安。真的。我后来是去复旦当的保安。不是，这有什么可哇的呢？不是，你们也太学历崇拜了吧？其实我也一样。我为什么去复旦当保安？原因很简单，就是我想在以后朋友聚会沉默时，我突然说一句自由而无用。他说什么玩意儿？我说没事，我们学校校训。其实复旦不是我的第一志愿。我本来想去迪士尼当保安，当保安王子把在逃公主全接回来，被迪士尼拒绝了。他们说我没有保安证，我说我会唱 Let It Go 也不行吗？他说，面试就非常痛快啊，复旦面试就非常痛快。面试官只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你坐过牢吗？他问的有点太笃定了，以至于我不知道坐牢它是加分项还是减分项。我脑袋也是一抽，我跟他说，我可以学。去复旦校园里准备报到啊，非常开心啊。正美呢，被门口保安拿下了。他说你是干啥的？我说我过来当保安。他说那以后我们就都是同事。我说就非得说是同事吗？就不能说是校友吗？我当上保安，我发现每天早上保安要集合做操啊，队长要教我们指挥停车的几种手势，我当时就发懵，我说这怎么还指挥上交通了呢？这是复旦大学还是交通大学？队长说这个是停车这个是左转这个是倒车。教完之后，他开始训话，他说今天我们的任务跟往常一样。校园内他不让停车。我说那刚才教啥呢？你不让停车的手势我见过呀，你就去。我被分配到了巡逻岗我不知道得去哪儿，我就问队长，我说我们应该去哪儿巡逻？队长说你看哪没有保安你就去哪儿，网吧没有。
但里面都是当保安的种子选手。其实我们学罗就是负责复旦学生的安全啊，但是复旦学生非常安全啊。我们唯一能干的事就是把倒了的共享单车摆正，但是复旦学生素质有点太高了，车倒了他们自己会摆。也就是说，我干了一份毫无意义的工作，我每天就在那找活，我就在那找倒了的共享单车。有一天我终于找到一辆，非常激动，我这么一扶倒了一排。我非常开心，因为终于有活干了。但是让我非常羞愧的是，复旦学生开始围过来帮我，我都有点急了。我说这是我的活啊，你学去呀，你不学我也不学，那复旦开它干啥呀？学生真的太善良了。我记得有一次我站岗，跑过来一个男生，他说校外有一个大爷晕倒了，让我赶紧处理一下。啊，我不能让他白信任我，但我也必须得站岗。我就跟他说，那你当一会儿保安。我把帽子给他戴上。当他向我回礼的那一瞬间，交接仪式完成了。我赶紧找到大爷一看啊，大爷在那睡觉。我又回学校啊，我离远一看，那个学生站得比我精神多了，他在那查别人校园卡呢。我说干得还挺好，换回来吧。他没让我进，他说我没有校园卡。我说你真是当保安的好苗子啊，有点权利你就知道难为别人。他说就是跟我开个小玩笑啊，觉得当保安挺有意思的。那一刻我情绪非常复杂，就他能随时替我当保安，我不能替他念书，我会的就那些玩意儿，对吧？你们想，如果课堂上老师对我提问，他说高分子材料在哪个区域有不可替代性，我说这个区域我不负责，你可以问他。啊，老师说你赶紧回去复习吧，我说去。其实那段时间过得非常的孤独啊，也没有人可以说话，然后我就写成了日记，我给大家念一下。晚上下班了，保安都去钓鱼了，都在河边站一排，河很安全，鱼很危险。我没地方去，我就去对面写字楼厕所里哭，哭完回来才想起来没上厕所。当时很晚了，我路过河边，只剩一个钓鱼的保安了，我们也不认识。他问我要大鱼不，我说不要了，我自己都没地方待，他就给放了。他说做大鱼真好，自由。哎呀，其实也没啥用。我意识到我们是校友。他说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他说完我就去网吧了。好，讲到这了，谢谢大家。谢谢林简七的表演。喜欢林简七今天表演的观众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好喜欢，好喜欢。3、2、1，请锁票。再次谢谢林简七，省得再有人说你不够严谨，我先替他们说了，自由而无用也不是复旦的校训，这不他们学生之间的民用的校训吗？对，一个民间的更流传的一种形容吧。是保安吗？你还想让我咋的？那咱们请咱们初代保安这个初代保安，谢谢。失礼。就是付航一直都特别喜欢林简七的这种表演，是吧？哎呀，但是兄弟，实话实说，今天没有你之前那么锐利，那么锋芒。完了之后，感觉你可能有点荡啊，稍微有一点吧。但是这样荡一下，让我感觉到你的结尾更加的写意。我真的跟你的荡走进去了，我就站在你旁边。我完全能懂你今天的稿子，因为你的这种情绪表现得更让我觉得完美无瑕。OK，
听进去了。我作证，你说的时候他笑的是最大声的。我有一滴眼泪。那也没有，真的，今天特别的好，他的状态正好适合这篇稿子。对，是的。那个潇潇应该是第一次现场看，对不对？对，上次更抽象一些。对，然后但是我觉得他的这些梗非常的密集，然后非常有趣。谢谢。哇，你是这种就是平时也是比较这种情绪不外放出来吗？我还行，跟陈明飞比，我应该还可以。能说两句，校友是不是？校友，毕竟是校友。我非常喜欢0.7的今天的表演，然后我觉得是不是不当保安都说不好脱口秀？我觉得你的所有的好笑的点都非常的轻松，且都是有很敏锐的生活思考，内心戏非常足的一个人，然后那些细节的点。我觉得那个很敏锐，很难写，就是又简单又在生活化。在你的描述下，我觉得复旦的保安都非常的可爱。是，我顺着付航那话说啊，我觉得今天他的情绪，你让我觉得今天这个你的好多想法和故事特别悲凉。就是它特像一个什么情景呢？就是其实你有满腹的心事，或者是牢骚，或者是什么，你有很多真情要表达，这个眼泪已经到眼眶在这儿打转，然后紧接着你又一笑，哎，算了，不提了，过去了。就是你有很多的这个点都是这个状态，所以我就听着，让我一时之间我也有些波动。别流泪，没事。我还是退而结网吧，我先说一下付航啊，付航每次发言我就觉得有一种熟悉的感觉，我现在终于找到了啊，他就像那种鬼屋的工作人员，你知道吗？就是冷不丁的冒出来，拜拜。关键他老往前闯，你知道吗？开始幽默一下吧，幽默一下。我是，就别骂我，听见了。我主持到半决赛，我没有在现场说过脏话，我刚吓我一跳。然后我再说一下那个我对0.7的感受啊，就是今天的整个稿子确实有一种欲言又止的欲盖弥彰。我不知道是不是你选择了就是退而结网的一种方式。就我理解你想讲的是这种保安生活中或者你真实的这个生活经历里带来的思考，包括我很喜欢你的这个底啊，因为我觉得你的风格是那种以独特的视角观察，然后有一个意想不到的，就你前面陈述一个事情，你会忽然来一个你自己意想不到的态度，这是我觉得你的比较强烈的风格。但在今天这篇稿子里，这个风格的凸显没有前几篇那么强烈。因为我真想让我的风格让人琢磨不透。真没琢磨透，其实真的没琢磨透，确实没琢磨透。你成功了，就像脸上长一痘，然后玩了半天就还要挤，摁回去了，不要，折磨流派的这都属于。他的喜剧真的非常打破框架，是，不知道哪里来的，抚顺来的。我很喜欢。最后这个结尾的一定有很多种处理方法。为什么要是日记呢？就是想让大家跟我。你先别说，我猜一下。你说。你想把那个时候的你同样带上这个光明的舞台，对吗？没。保安的悲喜并不相通啊！再见了！怎么交班了？我眼泪都出来了。啊，好吧。我就是想读日记，就是想带大家一起跟我去当时那个场景。那厕所能招有这么多人吗？马上就猜对了，不是带过来，是都带回去。确实很有意思，品吧，真是，反正我们品到现在也没有完全品明白的。但是这个表演还是获得了我们气氛组的4票满票。我们也来看一看第3位直接晋级总决赛的会是哪位朋友？激动人心的时刻，嘻哈多少票？王悦。嘻哈吗？请看大屏幕。
恭喜嘻哈191票，成功晋级总决赛。期待你总决赛的表现。可以。站住！手里拿的什么东西？没什么。人可以走，东西给我放下。放开就完了呀！完了？什么完了？啊！人别动啊，东西赶紧给我放下。哦，我是说放开玩 ，Why not？ 就是上台前紧张了，想来口乐宝啤酒，希望自己能 carry 全场。兄弟，来一口吧。说什么呢？值班期间不得饮酒。快来人，共享单车倒了！兄弟们，我站会儿岗。不是车倒，你拿我啤酒干什么呢？这不有的是吗？精彩啊，精彩啊！那比赛继续，接下来就是这场比赛最后一位演员了。他这一季呢，让他的三姨变成了回避型人格啊，也自己上了桌，吃上了蚂蚱。我们掌声有请唐湘玉。然后现在咱们战队不就剩2个女？哦，是啊，我那天一想，怎么办呀？好希望他们能回来。我们的目标是全员晋级，全员晋级，全员晋级，刚好相遇，还会再聚。谁也不要找我，朋友也不要找我，我要自己在家看《士兵突击》。难熬的日子的时候，我是一定要看这个的。这个巨好，看完之后你什么毛病都没有，会变得很踏实，整个人。真的想让大家都看。我是把我自己当成许三多的，不抛弃不放弃嘛。没有一个人看好他，他就去修那条路，天天背石头把那个路修出来。我希望我能去做那样一个纯粹的人。这是谁呀？刚好相遇队就剩下我跟彩玲姐2个女人互帮互助，我感觉就是不要带着离憾离场就好了。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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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遇妹儿，你一定要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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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好相遇，绝地反击。今年确实是有进步了啊，有成长了，居然让我来压轴了。啊，还行还行。其实我这一季呢，没怎么讲家里的事儿，毕竟家里人也改过自新了，不敢上热搜。我三姨还写了封信拍给我，特别感人，那纸上甚至有斑驳的泪痕，这转变也太大了。我拿到手才发现，哦，那是油。油，我吃饭的时候写的，啊，谢谢三姨给我加油。人是改变了，但家里条件没怎么改善，就有亲戚问我了：“你也有出息了，咋不帮衬家里呀？你没结婚没孩子的，钱都花到哪儿了？”我说：“花到女人身上了。”什么女人？我这个自私的坏女人。太自私了，去年狠狠奢侈了一把，我开始整租了。我相中了一个3层老洋房的阁楼，啊，也不便宜的哈，比祥子那个好多了。我有阳台，阳台。但去了之后才知道，那个房东阿姨住在楼下，要求特别多，问了我学历、年龄、工作，又问我几个人住。我说我单身1个人住，他说那可不一定，谈了朋友谁知道会带什么人回来住？我说那不会，一个阁楼有什么脸带人回来住？我带个1.8米的头都没法抬，一抬头顶梁柱。而且他得先让我住，我才能证明我不会带人回来住，不然就是一个薛定谔的问题了。但我不敢再犟了，我怕他以为薛定谔也要过来住。
我特别想说，阿姨，我真不喜欢和别人住，如果有可能，我都希望你也别在这里住。他说，哎，就是怕租给了不三不四的。我哪里不三不四的？我人五人六的。我都没说我做脱口秀的，那不得把他吓死呀！反正就是各种挑你，什么一个外地小姑娘不稳定，咱也不知道要多稳定。我在这阁楼里住一辈子吗？就不出阁了吗？还在里边考公务员呀？那以后别人出问题叫塌房，我叫内阁下台。最后我放弃了，我没有租，因为我发现他没有老伴儿，我怕他带老头回来住。回来路上啊，虽然还是特别的生气，但同时心里又很羡慕这个阿姨，那人家自己的家自己做主就是硬气啊，就是没素质。我从小其实就很渴望这样能当家做主。我们家逢年过节祭祖的时候有一个最高仪式感，打纸钱，就是用一张100块钱的现金在火纸上这么印几下，意思是这个纸就是钱了，再烧给祖宗。这个一直都是我爸来印的，因为我爸是一家之主嘛。但有一次我爸没在家，我妈就急坏了，那咋办呢？祖宗还等着还花呗呢。别失信了。我说那就我来印嘛，坚决不行。他说你爸印的才算数，这叫什么话？我印的就是假币吗？什么叫我爸印的才算数？银行印的才算数啊！最后实在是没办法，哎，让我弟来印的。我弟当时才6岁啊，承受了那个年纪不该承受的压力。20以内加减法还没学会，一晚上印了100多万。但其实我也参与了，我拿了一张5毛的，偷偷印点零钱，我怕祖宗花的时候抛不开。这么多年了，就没有一个孙子想到啊。那时候我就知道了，我弟也是一家之主，我特别羡慕，我也想有这个能力，我就开始锻炼自己，越不让干啥我越干啥，不让我上香，我就在房间里自己点，反正这房子也不是我的。不让我上坟，我就给别人家的坟磕头。也算是磕到了，磕到了。我那会儿一放学就往坟地里跑，磕到老李家的时候还被发现了，被人发现的啊，被人发现的，把李家人气坏了。你自己家没有吗？显得你孝顺啊啊！我就是想知道怎么能当上一家之主，我把户口本都翻出来了，哇，更迷惑了。我堂堂嫡长女，居然在最后一页，我何曾当过倒数第一啊？我爸解释了说，哎，你以后要嫁人嘛，户口会迁出去，放最后一页方便。我直接抽出来了，我自己拿着更方便。我爸说你要造反呀，听听这个用词，谁还分得清他和皇太极？我说我没有，我只想多儿滚。我后来真去问了哈，我能不能当户主啊？说可以，但这房子得是你的，这不巧了吗？他就不可能是我的。旁边有个大哥就建议我了，那你可以让父母过户给你呀。真是个好建议，我咋没想到呢？我不禁开始思考一个问题：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他们要是给我过户，我还用开户；长公主要是能登基，还用夺嫡呀？不夺了，我自己买了。对，现在站在大家面前的不光是一位美女，也将是全村第一位女一家之主。简称大女主。虽然没有买在大城市啊，但还是很高兴的。我当天就去做了一本家谱。
以后从我这里单开，我给我自己当太奶，重生之太奶竟是我自己。没有后代也不要紧，反正我早早的学会了印纸钱，也提前磕了很多头，打好关系了。别的不敢说，老李家肯定管我。好，来，谢谢，谢谢。谢谢唐湘玉的表演，喜欢唐湘玉今天表演的观众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她投票，请锁票。再次谢谢湘玉，哎，很精彩，很精彩，真是。我刚才看的也是很开心，潇潇。我一直就是很喜欢唐湘玉，从之前的节目里，然后其实我们有在活动上碰到过，但是就没有能打招呼。在那个应该是你是那个什么尖叫之夜的主持人，是有在那个互动区。对对对，就是但是大家都穿着礼服很端着，就是也没好意思大声说出我很喜欢你。然后其实我也有在关注程潇老师的一些节目，包括妈妈女儿那个节目我也有看，然后我觉得从里边确实能学习到很多，然后我们还有很多我能感同身受的你的一些地方。我也很喜欢你。谢谢。是他讲的这一段故事，我非常有共鸣，就是因为可能跟我自己的家庭也比较像，对。然后我也是我们家的一家之主，所以你也可以。我对女团也特别的感兴趣，其实。然后我前2天还去学了舞蹈，去学魏舞。来一个，来一个。我本想让程潇老师能教我一下，但我怕裙子什么不方便，我可以给你献丑一下。就是你就想象你前面有面墙，你就去顶。你现在是在教程潇怎么喂舞是吧？我展示，就是这样，对，就这样。你跳舞也这样吗？我不会跳。程潇，你要不要示范一个标准的？对，其实是没错的，要想象前面有面墙，然后它就是，还没，是一节一节一节，是一节一节一节。术业有专攻啊，真是。这样是吗？是这样吗？挺好的，挺好的，挺好的。有天赋，可以练出来吗？好，快坐去吧，谢谢。是不一样的风格。以后谁说我不好笑，我就为我恶心死他。那你在歌唱界有梦想吗？彦斌，你听过他唱歌吗？他唱歌唱得很好的。那不给我们来一个吗？没买版权，没有版权。你会唱他的歌吗？你就想象前面有一个版权，然后就唱一个版权。我天哪，那要唱那个。过情关，谁敢闯？我只会这么。唱得好，非常喜欢今天的表演。我觉得从一个你自己的自身的一个经历，然后从租房子被拒绝，然后到最后成为了大女主，然后就能够自己靠自己的能力，然后买到了自己想要的房子。用这么诙谐的，然后幽默的方式，然后讲出来，我觉得很过瘾。谢谢。它其实是一件很小的事儿了，只是对于我和我家庭的情况来说是一件很大的事儿。但其实很多人早就做到了。我在这边讲呢，我不是说让大家就是一定要很崇拜我什么的，因为它其实是一个很小的事儿。只是我觉得在我的人生道路上，它已经是我能做到的极限了。这倒不一定啊，这倒不一定。那个湘玉姐，她在面对不公平也好，什么时候你的处理方法其实特别有意思的，你给别人家坟磕头啊，是吧？对，就这种对抗，就是我们当然希望任何时候都能有就遭遇不公，我说就准儿就这样，但是在你不能这样的时候，我们能表达出我们的一些个反抗，这个是特别有意思的。我觉得目前来说这一季是我最喜欢您的一个作品。哇哦，超高的评价。
谢谢，我很感谢能有这样的评价。我对这篇其实蛮忐忑的哦，但其实我想了一下，我的本心是因为我看到了我三姨的变化，我觉得好像有用哎。我爸妈现在是他不听我的，他听营销号的，你知道吧？我的段子营销号一剪之后，他说：“哎，你看这个号说你说的对，他们就有改变，我觉得很好。”哇哦！所以该讲可能还是得讲，他们还没有改善的地方，我可能还会继续讲。我爱我的家人，我爱，爱之深责之切，这是。等一下，好突然，好突然，这比付航冲出来还突然，我天天。我觉得相遇的人生故事呢，就是6个字，就是我就不和我就要。是我要的全拿走。你要的全给你。你比过去在讲你的故事的时候，你更圆融的感觉。就是我觉得你过去可能的故事里是有一个对立面的，但是现在你的这个对立面逐渐的消解了，因为你更关注到的是你自己。我想可能也许是你理解了人生真的遇到什么不知道，但是怎么处理是我的决定。所以我更看到了你的那个自主性回归到自己身上，这点我是比较喜欢的。谢谢天真姐，谢谢你。相遇是我们这一场比赛最后一位表演的朋友了。那无论结果如何，我们都把掌声送给今天表演的8位。谢谢。最终仍然会有一个结果，要不揭晓之前稍微轻松一下，咱问问胡彦斌老师啊，这开场之前是不是有一个小小的承诺来着？好为难哦，你要选谁？哎，真挺难的，我觉得。我今天最喜欢的是0.7。对，还有一位是唐湘玉。哇！是因为我站在这儿吗？都在这儿呢。哎，但是胡老师，您不是说还要挑一位观众吗？是。哪一位观众？我来选一下。坐在第一排黑白条纹的那个女生，好不好？好。好嘞，谢谢胡彦斌老师对这个大家的支持，谢谢，替大家谢谢您了，谢谢。好嘞，那随着这个相遇演完，我们今天这一场冲刺赛最后一个直接晋级总决赛的名额也即将诞生了，他究竟是谁？请看大屏幕。恭喜唐湘玉192票直接晋级总决赛。哇，并列第2哎。那恭喜4位，恭喜阿成，恭喜嘻哈，恭喜祥子，恭喜相遇。我挺替阁楼上的女人开心的。其实今年唐湘玉做到了一点很难得，就是她把去年她的困境跟大家逐一展示出来了。然后今年他再把他去年展示出来的困境逐帧缝上，重新疗愈自己吧，所以他的那个结尾还是挺燃的。总决赛我向往的其实就是那场金色的雨，那个漫天金纸洒下的那个瞬间，那种泪眼朦胧看到那些金色闪闪的东西啊，就跟神明降临一样的。你一个人会想想这一路有多难，然后终于走过来了那种感觉。不管是谁站在那个金色的雨下面，我都会为他流泪。所以就是到时候我买袋金纸啊，彩排的时候给我放一下子，过一下瘾就好了，过一下瘾。我们现在仍然在我们左手边的4位，也不要遗憾，我们还没有淘汰，我们还有机会，我们会和下半场的朋友一起大排名，大家都还有冲刺总决赛的机会。那最后我们也来看一下本场总决赛冲刺赛的所有得票情况。我们再次恭喜所有晋级的演员，同时恭喜刘仁成194票，本期最高分。一口春福，茶香倍儿足。
统一春福无糖茶授予你，让观众心服口服奖，并且为你准备了惊喜福利。那我们总决赛冲刺赛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下半场我们总决赛卡位赛，大家仍然会继续激烈的争夺晋级总决赛的剩余名额。节目联合微博发起了谁是你心中的喜单2爆梗制造机预测活动，搜索进入活动话题页，预测你心中的喜单冠军，就有机会获得喜单巡演的门票等相关福利。我们再次感谢今天为我们奉献精彩演出的所有演员，感谢我们现场所有的观众朋友，谢谢我们的气氛组组长，谢谢天真姐，感谢大林，谢谢胡彦斌老师，谢谢潇潇，我们下期再见。